来，我现在手握原神剧情大纲。你看隔壁小火车这个版本的故事，简单的说起来就是机智男孩复活星神，然后整了个巨型的花神蛋级 Plus。在这个巨大的梦境中，人人都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。但是球棒侠一行人说，咱们不要虚假的幸福，要真实的奋斗。它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故事。那么这个剧情和提瓦特大陆不说一模一样，总觉得哪里有点像，对不对？让我们回顾一下剧情中的一些线索啊。在足迹的 PV 中，戴英是这么说的：在无始无终的永恒里，人类将度过安然无梦的一生，但在神明视线的死角下，仍有人想要做梦。在 2.8 海岛的剧情中，莫娜说过，代表你的心走在轨道上，意味着你将获得健康、幸福与安宁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的心偏离了轨道，一切就会变得糟糕。在须弥的主线中的纳西达说，也或许整个世界都是虚假的，这片大陆的历史就是一场漫长的花神淡季呢。那么不妨猜测，天理作为提瓦特的梦主，制造了巨大的梦境，起初一切都很美好，人类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正如隔壁匹诺康尼太医的梦境一般。但是在梦境中，总有人想要一探究竟，总有人想要知道梦以外的世界，想要醒来，想要以自己的意志前进。而原住民原住龙也联系到了天外的力量，想要夺回对这颗星球的掌控权，但终究还是天理更强，取得了第2次大战的胜利。不过天理机能全毁，不足以支撑这么巨大的梦境，所以搞出了城市七指阵和神之眼系统，利用人们对于愿望的执着，汇聚成力量，继续支撑维持这个巨大的梦境。那么冰之女王她想干的事情就是收集神之心，代替原本的梦主，然后改变这个梦境的规则。但是冰之女王就算集齐了神之心，她也未必能把自己的位格提升到天理这个档次。所以大胆猜测一下，冰之女王和深渊可能会有什么交易，而深渊可能会利用冰之女王慈爱的圣母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那么爷作为天外来客来到提瓦特，只能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成为新的梦主，一种是解放这个梦境，让人类回归真实。而按照米哈游游戏一如既往的故事内核，最后一定是回归到了真实世界。那么我们再基于提瓦特地心说，回到真实世界的人们就会来到提瓦特真正的地表，建设自己的家园，就像解决了暴风雪危机的亚利洛6号一样。由此原神正式融入崩坏宇宙。好的，以上内容呢全是脑洞，仅供娱乐。我是提瓦特弟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